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Tom Talk。蛋壳公寓曾经也有过高光时刻，在10个月前的2020年1月17日，长租公寓运营商蛋壳公寓成功登陆美国纽交所，股票代码 DNK， 成为2020年登陆纽交所的第一只中概股，市值高达20多亿美元。从上市到倒塌仅仅过了10个月。蛋壳看上去并不缺钱，上市前融资超过5亿美元，上市又拿了1亿多美元，但是蛋壳的烧钱速度远超想象。根据蛋壳的招股说明书和年报，2017年亏损 2.7 亿元，2018年亏损 13.7 亿元，2019年全年亏损 34.4 亿人民币。2019年报中，蛋壳的短期负债高达79亿，公司净资产为负57亿，完全资不抵债。纵然蛋壳19年底账面还有30多亿现金，加上 IPO 融资的款项，加起来就算50多亿，但是以2019年净流出40亿的烧钱速度，再加上2020年疫情导致的租金和出租率下降，账面现金到了11月就崩盘了，这丝毫不足为奇。作为长租公寓市场第2的蛋壳，为什么会资金链断裂，下场如此惨烈？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我的4个分析。我的频道是讲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知识，帮你比别人更懂一点。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开小铃铛。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蛋壳公寓暴雷的根本其实是资本市场、监管、同业竞争相互作用下埋下的一枚恶果。而吞下这枚恶果的却不是这4方的任何一个。根据蛋壳公寓的季报，截止2020年3月31日，蛋壳公司拥有 41.9 万套公寓，如果每套公寓平均居住2到3人，大概有数十万房东和近100万的租户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接盘侠。首先我们来看资本市场。蛋壳公寓或者说长租公寓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2房东，他们把业主托管的房子简单的装修，然后再租出去，这看上去并不是一个性感的业务。其实2房东是个苦差事，资金投入大，回报周期长，回报率也只有 5% 左右。但是任何商业模式只要能套上互联网和年轻人这2个词，就必定能使资本市场疯狂。首先，蛋壳公寓号称是互联网加公寓，传统的房屋租赁 C2C 模式下，信息不对称、不透明，以及租金收入对于房屋溢价微乎其微等多种问题存在，导致了租赁关系不稳定，也助长了存量房的增加。为此，蛋壳公寓依靠技术和大数据，在租前、租中、租后整套流程中形成统一管理体系，并通过改造大量毛坯房、老破小住房，在增加单间供给的同时，提高租客的租住体验，有效盘活存量房，由此做到了让房东出租省心，收益获取稳定，还可以让租客在租金可以承受的范围内。蛋壳公寓通过 BI 大数据商业智能系统，做到了从收房、量房到出房区块化每一个流程的环节，而且真实透明信息、价格以及标准的服务体系，可以使租客快速做出判断，同时有效推动了房屋租赁市场的网络化进程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蛋壳公寓是在说，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，我们利用互联网加大数据分析改变了租房市场。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就性感的多了？一直是脏活累活的2房东业务，一下子变成了资本市场最喜欢的故事。截止上市前，蛋壳公寓一共获得了3次天使轮投资，此时估值已超过20亿美元。2020年1月，当国内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，蛋壳成功登陆纽交所，上市成功。高光时刻的蛋壳也是最后的昙花一现。蛋壳股价自上市首日就破发，此后一路下跌。而下跌背后的原因是，蛋壳的天使投资人纷纷股份套现退出。对于资本市场来说，蛋壳公寓上市，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，上市就退出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。所以对蛋壳公寓来说，上市无疑是其衰败的开始。天使轮融来的钱，你可以随便烧，
烧完了还会有人进入继续投资。但是上市后呢，投资人就变现退出，蛋壳公寓不再有烧不完的钱了，相反，自己的各种资金行为还要纳入财报公之于众。财报难看，在纽交所股票市场也难以融到钱，这让蛋壳公寓的资金陷入困境。再来看蛋壳公寓的商业模式，很多互联网行业的衰败并不是由于行业内缺钱，而是因为钱太多了。比如之前的共享单车市场，一夜之间仿佛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在投资共享单车，街头每天都会有新的不知名的共享单车冒出来。这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公司真的是为了做共享单车的生意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是在玩资本的金钱游戏。创投圈正是因为钱太多了，所以有各种玩游戏的高手开始入场，想要空手套白狼，玩庞氏骗局的游戏。实际上，现在的大部分长租公寓已经不是单纯的租赁企业，而是一个个标准的金融企业。大部分长租公寓玩的都是一个以时间为核心要素的期限套利游戏，租客一般会一次性缴纳1年甚至2年的房租。蛋壳公寓收到这笔钱后是按月付给房东的。举个例子，长租公寓从房东拿到一套3室的房子，月租5000元，装修后再租出去，一个单间每月租金2000元，租客按年付，也就是一次性缴纳24000元，一共3个单间，那么每租出去一套房，蛋壳公寓就可以一次性拿到72000元，而只需要付给房东5000元，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资金池。根据蛋壳公寓的季报，截止2020年3月31日，蛋壳公寓拥有41.9万套公寓，这就是有上百亿的资金。所以这套游戏的关键就是让租客尽可能年付或者2年付租金。租住长租公寓的大部分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年轻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没钱但是好忽悠。大部分长租公寓都会推出年付打折、年付首月租金减半、年付满物业费等活动，大部分人肯定是会心动的。此时长租公寓就顺水推舟介绍租金贷，租客和银行签订贷款协议，按月还贷给银行，而银行则一次性把1年2年的租金打给长租公寓，于是资金池形成。但是这还没完，租客使用租金贷的时候都会签借款协议，承诺每个月按时还款，这可是一笔相当稳定的现金流，不能白白浪费。于是长租公寓就拿租客的这些租金贷协议去资本市场发行债券，也就是 ABS 资产证券化，这又是一笔不少的资金。这些资金并没有法律法规监管，也就是说长租公寓可以拿这笔钱为所欲为，拿来做跑路费也够吃几辈子了。这套游戏能够玩下去的关键是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新签租客，这样才会有租金贷，才能发行 ABS， 才有资金池，才能为所欲为。这么好的发财机会，自然有很多人动起来歪脑筋。很多长租公寓并不是真正为了做二房东的生意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来玩资本游戏的。这场游戏中能够胜出的关键是签更多的房，拉更多的租客，拿更多的租金贷，然后再签房，拉租客，拿贷款。诀窍就是速度，速度越快，雪球会越滚越大，钱就会越来越多，所以才会有各种不符合经济学规律的魔幻事件。长租公寓主动干赔钱买卖，高价从房东那里收房，再低价租出去。只要房子足够多，拿够了租金贷，跑路也跑得快。从2017年开始，全国上规模的跑路倒闭的长租公寓就有23家。长租公寓跑路，租客还要付租金贷，不然就上征信。这样的新闻近2年一直没有断过。长租公寓的名声越来越差，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敢选择长租公寓。受影响的其实还是像蛋壳公寓这样真正想做长租公寓的企业。此时监管的雷声也轰轰到来，政府监管部门其实是被长租公寓暴雷吓坏了。P2P 暴雷牵扯的人毕竟还是一少部分人，而长租公寓暴雷影响的人却更多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，不稳定的因素更强。所以
第一时间政策的反应是收紧资金口，要求长租公寓将租客偿付的租金、押金或租金贷等大部分放入监管账户。管理部门的考虑主要是为了防范暴雷后的维稳的问题，而不是长租公寓的难题。当下确实有部分长租公寓作奸犯科，甚至假借长租公寓之名实施庞氏骗局的诈骗，但是大多数长租公寓还是想好好经营的。监管把长租公寓的资金锁死了，本来就紧张的资金更加紧张了。有的长租公寓连日常支付工程款、员工工资、供应商货款都吃紧了，于是长租公寓的资金池就没了，游戏自然玩不下去了。最后，疫情是压垮蛋壳公寓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防疫管控措施限制了城市间的人口流动，延缓了复工时间，导致公寓现金流锐减。个别依赖大比例长周期预售的企业更是受到致命的冲击。总结起来，蛋壳公寓暴雷的主要原因是：首先，蛋壳公寓依靠租金贷、高收低租、快速扩张的高杠杆模式，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。其次是因为上市后大量初始资本变现出逃，导致没有钱烧了，同时一些跑路的同行恶化了长租公寓市场口碑，导致租客减少。监管加强导致资金流被锁死，疫情又进一步减少了租客，使蛋壳公寓失去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，最终导致蛋壳公寓大厦倾倒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喜欢的话欢迎点赞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能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了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